有一种季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既短暂又温暖，既熟悉又陌生。它总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绚烂的色彩绽放在北方的大地。秘境之中的秘境，玉石块是万牛奔腾，漫山遍野，越来越离谱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可能是他来的时候太过着急，所以走的时候也是行色匆匆。它就是北方的秋。2匹白色的马。越往北走，这个景色越来越渐入佳境了啊。这边这个树叶也是越来越黄了。松鼠。这已经看到这个大草垛子了，但这不是瑞士角，这是玉石块。800公里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号称国内赏秋天花板的内蒙。一路向北的过程中，沿途的绿色开始在不知不觉间被金黄所取代。在9月来临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寻找这个一年中仅仅只有几十天、有点特殊的季节——秋季。说它特殊，是因为它既短暂又温暖，既熟悉又陌生。就像眼前的这片白桦林，是我们来到内蒙后遇到的第一处经验。叶子半黄半绿之间，树干闪着微光，在这里，夏天正在向秋天温柔地告别。在旅行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有多个设备的同时充电的需求。就比如说现在，我的背后是一片特别好看的金黄色的白桦林，我们在这儿露营就需要给我一整个桌子的数码设备进行充电。所以这次我们带上了安克能量舱，它的3个 C 口外加1个 A 口，最多4口的同时输出，就可以给我的无人机、相机 Pocket 还有笔记本同时进行供电，非常的方便。而且它还有 AI 妙联系统，只要直接一插，它就会智能的分配功率或者是协议，不会反冲伤害电池，更加保护我的拍摄设备。如果你对目前的充电状况比较关心，可以看它这块720尼特的高清彩屏，就算是在户外阳光下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功率、电量、温度、电池状况这些信息可以实时掌握。我们现在在白桦沟国家森林公园，这儿有一个叫蛤蟆坝的地方，景色确实特别好看，往身后。因为主要现在还不是说完全金黄的时候，它是黄绿相间，外加有一点点的红，所以层次更加的丰富。就是现在风有点大，某人刚才已经被这个风吹的已经痛哭流涕了。你是因为感动的这个美景啊，还是因为被吹的？不知道为什么一刮风就成这样，痛哭流涕。有没有人来帮帮我？我们是被美景感动的，痛哭流涕。初秋的白桦沟，光影在这里肆虐，山水林草相融，河流湖泊点缀其间。如果让我选一处最能诠释田园牧歌的地方，那一定有这里。而也是从这儿开始，秋天的颜色也越来越浓。经过一小段沙地穿越，我们误入了这个极小众的路段。在这里的秋不再是季节，而是一幅可以行走在其中的油画。一路过来一个车都没有，就一个游客的车都没有。那这一溜的话，不是铺装路面，全都是这种沙地。这个地方绝对是秘境之中的秘境。这边基本上快黄完了，但是还带一些绿色，配上底下这已经收割的，然后那边
没有收割的这个金黄色的麦田，哇，这简直了，太美了，美爆了！你这是学那个大力轮吗？长城炮。行驶出白桦沟的这幅秋日油画，裹挟着黄褐色泥沙的变状河道，形成了眼前的西拉木伦河。而当接下来的这一幕出现在镜头之中，我也已经分不清楚，这究竟还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世界。刚才拍了个万马奔腾，现在万牛奔腾。这没跑起来啊，叫万牛散步吧。这边这条河就是西拉木伦河，刚才我们蹭拍的万马奔腾和万牛散步就是在这条河里头。为什么说是蹭拍？因为人家买票的都是在这儿看，我们只能在这个铁丝网外边看一下。但是幸亏有航拍，蹭完了这个万马奔腾和万牛散步，我们紧接着到下一站，赶紧走吧。今天已经中午了。越往北走，我们这个景色越来越好看，越来越黄，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一片全部都是金黄的这种景色。我们现在爬上了这个小坡，上到山顶上之后的话，风特别的大，到这儿来的话，保暖措施一定要做好，再三的提醒你们。但是景色真的是无敌了，现在在你们面前呢，就是风神的北方的秋，我去，漫山遍野，哇！目之所及的地方，绿色正在悄悄退场，慢慢的开始让金黄色充斥，山川泛光，草木变生，好像我只需要轻轻一抹，世界就换了一个滤镜。我们现在正在往克什克腾旗国家地质公园，也就是大青山的方向走。然后还没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后边这个山，它这个形状已经是越来越离谱了，就跟我们昨天看到的白桦林的那种山体，它就完全不一样。这个山上全是大石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们川西那一期，就跟格聂南线上的一处山体特别像，就是铁匠山。原来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块它就在我眼前，我们就从这里头路过。这个视频里头其实你是看不出来的，但其实这个山是巨大的，就像是从地底下直接冒出来一样。我现在是在这个停车场，然后我们需要走进去的话，刚才我问了老板，他说3公里，计划是中午下来拍一下秋季的网红大裂缝，给大家看看美不美。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小狗咖啡喽，这是不是就是那裂缝啊？秋季你可以看到好多不同的颜色，就比如说这边，它就是金黄的白桦林，然后那个方向就是巨大的石头。破土而出的石头。看这边的白桦也已经黄了，再加上这个溪水石头，好多人在那拍照啊，确实挺美。
秋天在这个地方才是真真正正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感受得出来的、闻得到的。啊，美呀，太美了！这一束小光让它在我的肩头照耀。我们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就应该从那边，从那3个大山那儿翻过来，房贷、车贷、信用贷，我替你们翻了啊！行走在白桦林。3公里的单程徒步几乎没有任何难度，却藏着秋天最极致的风景。阳光透过白桦林的缝隙洒下，溪水在林间轻声吟唱，落叶在脚边旋转坠落。这里的一切都温柔的不真实，像一场被秋天亲手布置的梦，而你也只能陶醉在这个梦境之中。快把我拉起来，我把重量全都压在航拍身上。好，快！马上就要到山顶了，看看这边是什么景色？哇，这个山呀，哇，好开阔呀！啊，看我眼前的这个景色，我去！山这边的草已经很黄了，但是山那边其实还挺绿的，所以你一翻过这个山，又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个石头好像是被人为放在这儿的，一共4块，这1、2、3、4垒出来这个造型。沉默、突兀，却又带着某种神秘的秩序。眼前的这些巨大岩石，真的像是有谁故意摆放在此。秋天的色彩在山坡上蔓延，褐色的石块和金色的草木交织而成眼前这幅古老而寂静的画卷。这里就像是一处失落的远古文明，在等待着我们去揭开它尘封了几千年的故事。看我的身后就是大青山，现在这边的季节是属于秋季，但是还不是深秋，没有说是全部的金黄，而是这种绿色和黄色相间的这种感觉。我个人认为这边应该是比夏天的时候要更好看，因为它的颜色更丰富。我们的旅行过程中经常会有这样的短途或者是长途的徒步需求，所以如果你要让我做一个选择，是选择一个安克能量舱，还是说选择一罐和它一样大小的可乐呢？那我的选择当然是喝掉这罐可乐啊，然后带上我们的安克能量舱。我最喜欢安克能量舱的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便携性，2根自带线的设计，一根30厘米的挂绳线可以像我这样，对，直接挂在我的背包上，然后另外一根70厘米的伸缩线就可以在我徒步的时候给我的 Pocket 啊或者是其他的数码设备进行充电，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我们一会儿就往回走，今天的徒步就完成了。OK， 还没有修呢，等会就给我们倒过来了。我们现在就在热阿县的0公里起点处，这还有一个打卡地。
热阿县是从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旗热水塘到阿斯哈图什林景区的一条大约80公里的自驾公路，号称北疆风景大道。而当你在9月的时候置身在此，你就会发现整个天地之间的饱和度已经达到了极限。现在我们是在这个老闺房，老闺房是哪儿？就是这个黄岗梁最高处，所有的山上漫山遍野的全部都是这种白桦林，而且这种黄色的饱和度，你用肉眼看的话，就是超乎想象的那种，特别特别的黄。远处的白桦林海在风中闪烁着金色的浪潮，一直扑到天边，而直到这一刻，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被整个秋天的温柔所包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又碰到了在夕阳之中奔跑、夕阳之中开车、夕阳之中驰骋的画面。又是一次追逐落日，这一次不一样的是，我们是在内蒙的秋天追逐这个落日。你最喜欢4季中的哪个颜色？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季节，我觉得就是秋，因为它是最短暂的，但是却是最美丽的，最让人难以忘记的。可能正是因为它的短暂吧，就跟烟花一样。我们现在是在阿斯哈图什林，这儿有一个游客中心，晚上在这儿过夜露营，然后顺便拍个星空。现在天上特别特别的好看，这个银河，但是周围这个动静不知道是什么动静，像是牛叫啊，也像是狼叫啊。我靠，这什么东西？但是天上的这个银河太好看了。就看一眼那边，我靠！这个声音，实在是分辨不出来这是什么动静。其实很多时候拍这种星空什么的，你都需要来到这种特别荒凉的地方，光污染少的地方，才可以拍到最好看的。但是带来的结果就是好多的不可预见性。马上拍完了，我们还是赶紧上车上去吧。从阿斯哈图什林开始，我们进入了达达县。同样的北疆风景大道，感受却完全不一样。如果说热阿县是近乎炽烈的金黄，那达达县就是近乎荒凉的辽阔。但无论哪一个，都在这个秋季闪耀着最后的温暖。特别特别多的瑞士卷，这是刚打下来的，应该还没收呢。整个一片漫山遍野。往这个瑞士卷上坐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特别容易沾到身上一些草屑什么的，也不脏。刚才我们拍到瑞士卷是怎么打的，它全是用这种塑料，它一道一道编织出来的。
屁股的。哎，吐了，还真吐了。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马蹄山火山，然后刚才我拿这个无人机给大家航拍了一下，主要是因为它现在还不能进入，说是在整改的时候，所以只能拿无人机去在远的地方，就马路边儿，然后给大家拍一下，看一下这个画面。那无人机呢，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拍摄设备，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电池实在是太贵了。我的选择呢，就是再多买一块安克的能量舱。因为它不仅比无人机的电池价格便宜，而且它单口支持100瓦，多口支持最高165瓦的输出，功率足够的高，容量也非常给力。25000毫安时的容量呢，可以给我的御四充1次电，给Avatar 2充2次电。而且因为它支持多口输出，所以呢，它也可以同时给我的无人机和我的遥控一起充电，非常的方便。它还有特别好玩的一点，就是你可以连续抽拉它的伸缩线，就会激活它的人性化 UI 动画，可爱的表情包彩蛋，简直是情绪价值满满。秋风吹过火山口的草木，也吹到了这趟秋日旅程的尾声。秋天在这里还没有结束，远处依旧是滚烫的金黄，也让我们更加不舍得离开。也许正是这样的转瞬即逝，才会让人觉得更加美丽，因为这会无比让人期待下一场秋天的到来，还有下一次的重逢和遇见。